GT-R 承载着无数车迷的梦想，只要看到后方的车尾灯，就知道它的名字。拥有高知名度的它，无论是老司机还是年轻的车迷，都一定认识它。它上可斩牛斩马，下可创下历史。今天就带你更深入了解 GT-R 的成就及高光历史。大家好，我是子阳，欢迎收看我的频道。GT-R 起源于 Nissan Skyline 车型，但 Skyline 起初并不属于 Nissan 旗下的车款，而是制造飞机起家的 Prince Motor Company 所开发的运动轿车 Prince Skyline。在1964年，当时的 Skyline 还是属于 Prince Motor 旗下的车款时，他们为了赢得日本铃鹿赛道的比赛，于是他们便在不到1吨的 Skyline 塞进了 2.0 升直列6缸引擎，车身还因此拉长了20 cm， 还生产100辆车作为赛事的门票。进入到赛场，两台 Skyline 也不辜负团队的努力，竟然以领跑的姿态称霸前2名。但是最终还是败给了 Porsche 带领的904 Carrera GTS， 只能够以第2和第6名完成比赛。但是这一场比赛，一台日本车能够与德国车抗衡，还是让所有人为之喝彩，让只有92台的公路版赛车 Skyline 2000 GT 直接卖完。2年后 ，Prince 便与 Nissan 合并，但还是继续生产 Skyline 车型，而 GT-R 的里程就此开始。1968年，第3代 Skyline 登场，除了有普通版的 Skyline 外，还有 GT、GTX 和 GT-R。而这一代 GT-R 有2个版本，双门 KPG-C10、4门 PG-C10。引擎淘汰了 G7A， 使用了 S20， 可以爆发160匹马力、180牛米扭矩，让还在短短5年间，在日本国内比赛获得了57场胜利。重点，他连胜了49场。而终结他第50连胜的纪录，就是来自 Mazda 的 RX-3。虽然被终止于49连胜，但是这个数字还是表示 Skyline 在赛场上还是有一定的统治力。趁在 Skyline GT-R 的热度还在时，就紧接着推出了第2代 Skyline GT-R， 继续使用上一代引擎，前后轮搭配碟盘刹车，取消了4门的版本。相比上一代外形更加运动和肌肉感，而且开始有了家族式的4环尾灯设计，但是却遇到了石油危机的冲击，汽油价格飙升，导致没有人愿意购买高性能的跑车，最终只有生产197台 GT-R 就停止生产。经历了石油危机后， Nissan 就不再给 Skyline 推出高性能跑车，让 GT-R 就此沉浸了数十年。1987年 GT-SR 登场，作为 Skyline 第7代车型，当时的 R31就可以在赛事上起了不错的成绩，在澳大利亚锦标赛8场里面就有6场夺得胜利。GT-SR 的成功让 Nissan 看到了希望，想要打造一台能真正称霸赛场的赛车，于是便开启了复活 GT-R 的计划。时间来到了1989年，这时 Skyline 已经来到了第8代。时隔16年 ，Skyline GT-R 终于回归大众之下。初登场时就继续拿下澳大利亚剩下2场的比赛，成功拿下车手总冠军。之后继续在 JTCC 锦标赛29场比赛中拿下全胜。不止于此，还向国外征战各大赛事，都以碾压的形式完成比赛。最著名的一场赛事就是在1990年澳门东望洋赛事，当时的 GT-R 甩开了所有对手，以领先 28.3 秒的成绩夺得冠军。要知道，当时的对手可是有 BMW M3 Sport Evo、Ford Sierra RX 500等重量级对手，甚至主办方还要求 R32 必须加重100公斤和降低马力，但还是无法阻止 R32 在赛场上的表现。在赛场上一枝独秀的他，在当时还获得了一个称号 Godzilla。
呀！在赛场上玩捏对手，在马路上也是一样。原厂就有316匹马力的名机 RB26 DETT， 但因为日本的禁止协定，马力被限制在了280匹。不过这也不会埋没这台怪物的实力，在著名的绿色地狱纽北赛道上跑出了8分22秒，成为世界上道路合法最快的量产车。到了下一代 VNC R33，R33 相比 R32 和 R34 名气小于他们，甚至还被冠上最失败的 GTR。据说原因是因为发生了一起光爆车事件，在日本知名节目 Best Motoring 举办了一场赛事，由当时多个热门的 JDM 跑车，里面就有3台 R33 作为参赛，其中一台是途乌贵士自己的车，和2台是由日产部门提供的。看起来这是一场正常的比赛，但结果的成绩却大跌眼镜。2台来自日产部门的 R33 以碾压的成绩完成比赛，而途乌贵士自家的 R33 却是倒数第1名，单看最佳单圈就差了2秒左右。要知道，途乌贵士在当时可是一流的车手，同样的车型下，他居然连跟上他们都显得非常吃力。这时，节目组拿日产部门和途乌自己的车做比较，结果发现日产部门提供的 R33 竟然与市售车不同，是经过调教的，车身高度、车轮倾斜角度，甚至据说 ECU 都有特别调教。面对节目的质疑，日产部门更是直接承认确有此事。这场闹剧在发生后，各界的唾弃及质疑把 R33 的地位压了下去。那 R33 就真的是最失败的 GTR 吗？其实也并不见得。虽然相比 R32 整体的尺寸和重量都有增加，但是前后有更加的比重和强化版的 Altezza ETS Pro 4驱系统增加攻弯的能力，让它在纽博格林赛道拿下8分01秒，比 R32 进步了整整21秒。只可惜 A 组赛事早在1993年就宣布取消 ，R33 还没来得及证明自己的能力，就告别赛事。可以说 R33 还是一台成功的 GTR， 只是错误的宣传手段让它背负着失败的议论。如果要说历代 GTR 的缺点，R32 就是前后比重不平衡，过弯容易推头。R33 庞大的身形驾驭起来不灵活，而 R34 就修正了这2者的缺点，前后55:45的比重，以及更加流线肌肉的外形，似乎把车做到了完美极致。虽然动力还是限制在280匹，但是扭力已经来到了392牛米。而且经过各种改装调教后，想要突破400匹也不是问题。像著名的 Nismo 曾经回收里程数不到29000公里的 V-Spec 的 GTR 进行改装，在 Skyline GTR Nismo Jet Tune 的名字出售。它的引擎使用 GT500 赛车作为基础，大幅升级了发动机的刚性、散热系统和涡轮强度，排量也提升到2800cc， 让它的马力暴增500匹，扭矩540牛米，0-100加速只要3.8秒，最高速度可以超过327公里每小时。而且在 R34 停产前推出了终极版的 GTR NER， 就是以德国的纽博格林赛道为名，搭载 RB26 DETT N1 引擎以及替换钢制的涡轮叶片，提升改装潜力。R34 还被誉为是日本国宝级跑车，享有日本至高的地位。无论在游戏、影视甚至漫画，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说到影视，自然也会想到著名的《Fast and Furious》中的已故演员 Paul Walker， 因为 GTR 就是他标志性的座驾。2001年，日产在东京车展发布了全新 GTR 的概念车，随后在隔年 ，Skyline R34 正式停产。
正当人们以为 Skyline GT-R 会继续传承下去，但是万万没想到 R34就是 Skyline 最后一代 GT-R， 而最新发布的 GT-R 也终于在2007年12月6日正式登场，并有了新的名字 Nissan GT-R。与 Skyline 车系正式告别，成为独立的车型。GT-R 诞生就代表着 Nissan 最高工艺的作品，如同 Honda NXS、Lexus LFA 搭载 VR38 DETT 引擎，可以爆发480匹马力。随着时间 ，R35 不断的做跟进，目前2017年款已经来到了565匹马力，从0-100加速3.2秒进化到2.7秒。甚至 Nismo 团队已经调教到了2.4秒的成绩。从 GT-R 诞生后，就不断挑战各界车企，911 Turbo、458、Aventador 等众多跑车，甚至超跑都可以5-5开黑。如果跑不过，那就爆改。高强度的钢体让它天生就有重度改装的潜力，从而挑战各项世界纪录。像 Nismo 改装了1380匹马力的 GT-R， 挑战世界最快漂移纪录304.96公里每小时。Switzer 团队在1英里的加速比赛创下402.23公里每小时的世界纪录。那台 GT-R 有1700匹马力，以及04加速赛最快的纪录6.567秒。可以说 GT-R 真的是无所不能。说到 GT-R， 很多人的印象就是直路快，弯道慢，但这也不一定。从 R32 开始 ，Nissan 就导入了 Altezza ETS 4驱系统和 Highcast 后轮转向系统。Altezza ETS 这一个系统是可以将后驱切换成4驱的系统，通过4颗轮子的感应器检测后方的轮子是否打滑，如果打滑，就将动力分配从0到50:50之间做调整，比一般的后驱车更不容易失控，比一般的4驱车更不会推头。加上 Highcast 后轮转向系统让它更加灵活，后期发展成了 ETS Pro 版本，是可以连左右轮胎都可以进行动力分配。这个技术一直到了 R35 还在继续使用。那在引擎方面也是成就 GT-R 的主因。RB26 DETT 是一副2.6升直列6缸双涡轮引擎， R32、R33、R34 都使用它。随着排放法规逐日严苛， RB26 渐渐脱离时代。Nissan 也想给 GT-R 研发新的引擎来代替 RB26， 但是当时的环境政策给 Nissan 带来经济上的压力，导致无法兑现这个计划。要研发一颗专门给 GT-R 的引擎，就是要庞大资金和时间，对于当时的 Nissan 来说是一个不理想的计划。所以直到 R34 依旧还是使用 RB26 引擎。最后到了 R35 才换了新时代引擎 VR38。VR38 DETT 这一颗引擎与淘汰的 RB26 最大的不同就是采用 V 型的方式输出动力，特制的2次进气系统及 VVEL 可变气门系统，可以让它在低速时爆发40公斤米的扭力。再来，气缸本体采用封闭式水道和气缸内壁经过电浆镀膜的工艺强化，让它比一般的引擎缸体可承受更高的强度，并且活塞也经过强化，使得它可以在不动内部的状况下承受高达800匹的动力输出。正因为如此强大的刚性，让 GT-R 成为改装界的当红车型。VR38 也不仅仅只代表着 GT-R 的核心，更是 Nissan 部门中的最高工艺，因为每一颗 VR38 都是由几位匠人双手组装成的。GT-R 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在，都有享有一定的定位，将前代在赛场上的荣耀传达到现在，以不同的名字称霸跑车的地位。虽然 GT-R 已经来到了末期，即将步入停产，但是它还是会以
代表着东方最强跑车之一的称号继续流传下去，那就是东瀛战神。在《头文字 D》漫画里，就曾遇到过一位驾驶 R34的对手星野浩照。在对战期间，就从他口中得知 R33是一款最失败的 GT2， 而头文字 D 的监制又刚刚好是土屋圭市。那土屋是不是有意想表达那场赛事的不满呢？答案只有他自己知道。